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经过这么多视频后，我们知道我们有订单块和公允价值缺口。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使用哪一个，以及哪一个的胜率更高呢？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使用3个月的样本来进行比较和对比，看看哪一个更有利于在我们的交易计划。我们将首先确定这2种策略的规则，并遵循它。好吧，让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我们将了解订单块需要遵循的规则是什么。第一，我们将最后一根蜡烛导致低效率视为订单块区域。第二，它必须导致结构破坏或市场惯性改变。第三，一定要未被缓解。第四，要有流动性。我将从9月开始到11月计算，这里有欧元美元1小时图表。在此测试中，我们没有考虑较高时间范围内的市场方向，也没有在较低时间范围内寻找确认，我们只是简单的遵循1小时图的方向。在9月1日，我们看到市场出现市场惯性改变，突破了之前的较高低点，并创建了低效率的订单块。这个订单块也是未被缓解的。到目前为止，所有3条规则已出现。那我们等待流动性在到达订单块前是否出现。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当价格出现了同样高点，而且靠近订单块区，我们可以把进场放在订单块下，止损在订单块之上，和盈利在前波段低点。我将在此处显示所有具有订单块的交易，但并非所有订单块都会进场。如果不符合我们的入场规则，将不会被下单。在3个月结束时，我将向您展示我们进行了多少笔交易，以及我们有多少盈利和亏损。好，让我们开始。刚才第1个交易，我们的盈利是2.87。第2个订单块我们没有交易，因为价格没有回到我们的订单区。那看第3个交易，我们有低效率和一根大蜡烛跌破前低而造成结构破坏，订单块未被缓解和有流动性，这交易得盈亏比是 4.06。第4个订单块没有交易，因为没有回到订单区。第5个订单块是亏损的，因价格突破回升。我们的亏损只设定在我们投资组合的 2%， 所以风险管理非常重要。第6个订单块，我们有市场惯性改变、流动性、低效率和未被缓解。在这交易，我们的盈亏比是3。接下来第7个订单块，我们没有交易，因为价格还差几点才到达我们的进场点。第8个订单块，我们是亏损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即使所有规则都符合，但我们仍然会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策略有问题。我们只需要管理我们的风险和回报比，并控制我们的情绪来遵循我们的交易计划。没有任何策略可以达到100%的胜率。接下来的几个订单块我们没有交易，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规则，那就是没有流动性和没有低效率的出现。我们必须记住找到最佳的订单块才进行交易，而不随意交易，这样从长远来看，我们才可以持续获胜。好了，这就是我们过去所有3个月的订单块。现在我们的下一个策略是公允价值缺口。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规则。第1条规则即是3根蜡烛必须处于相同的方向或颜色。第2条规则，一旦有3根蜡烛处于同一方向，我们下一步就是需要能够识别公允价值缺口区域内是否存在先前的波动高点和低点。规则3，当价格达到我们关注点时，我们希望看到价格直接的接触。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
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因为我们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好，让我们来看图表，这是和之前的图表一样，欧元美元1小时和同一个时间图表。我们的第一和第二个公允价值缺口并没有交易，因为价格没有到达我们的重叠区。好，我们继续。在第四个公允价值缺口，我们没有交易，因价格没有回到公允价值缺口。第五个公允价值缺口，我们没有交易，因为不符合我们的第三规则，那就是价格没有直接的接触重叠区。当第一次碰到公允价值缺口后，价格回落后才到达我们的重叠区。虽然价格还是下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交易，因为在我们的系统里，这不符合我们的策略。第六个和第七个公允价值缺口，我们都有盈利。这两个公允价值缺口里都符合了我们的3个条件。在接下来，我们有2个输的交易。第10个公允价值缺口，我们没有交易，那是因为价格没有直接的接触重叠区。好吧，让我快速的展示接下来的全部交易。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成绩，这是我们使用的高概率订单块进行回溯测试的成绩，时间是3个月，结果是我们总共有9笔交易，3笔赢，2笔输和4笔没有交易。在这我们的平均回报比为3.2，我们所有交易的风险为2%，该策略的胜率为60%，累计回报率为18.76%。例如，一开始我们有2000美元，如果我们第一笔交易亏损，我们将损失40美元。那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笔交易的风险和回报必须至少1比2，这意味着我们每笔交易的盈利将超过2%。如果亏损，我们将其限制在2%，这样胜率就可以弥补我们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具有稳定的胜率。接下来是我们的公允价值缺口的结果，我们总共有18笔交易，4胜5负，9笔没有交易。该策略的胜率仅为44.44%，我们的平均 R 为 2.69， 我们的累计回报率为11.5%。在此策略中，您可以看到我们的交易较多，但胜率较低。然而，由于我们的风险管理在于2%，我们的策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利润。总结一下，拿我们使用那种策略，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有适当的风险管理，这2种策略都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请记住，在使用真实资金进行任何交易之前，您必须对不同的策略至少回溯测试100次，以获得交易的信心。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有的话，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